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百科的花花。今天呢，我们介绍一个非常可爱的植物，它叫多肉。应该很多人都认识它了，因为它风靡了世界各国吧，算是。近几年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。那多肉它有非常多的品种，什么石莲花属啊，长生草属啊，各种各样的非常多。它们主要的特点就是说，它们的叶片非常厚，而且呢，身形比较娇小可爱。等到秋天和春天的时候，因为温差变大，它的叶片还会变颜色，有的呈果冻色呀，或者是红色呀、黄色呀，非常漂亮的。多肉呢，如果盆栽的话，它其实不是特别耐寒冷，5度以下的话，它是容易冻伤的。保险期间呢，可以在5度以下之前，冬天的时候把它搬进家里的室内阳台、窗台养。当然了，最好还是放光照好一些的室内的地方。那夏天呢，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如果温度30度以上，它很容易黑腐，就是在它根茎的地方，靠近根茎的地方发黑。其实如果看到的这种情况，大部分情况下它已经是没有办法可以救了，就只能是砍头或者叶片扦插了。所以说夏天的如果温度超过30度呢，建议给它控制浇水，然后呢给它遮一个遮阴网，就像那种黑色的遮阴网，让它光照没那么强烈，然后加强通风，尽量也放凉快一些的地方，它就能安全的度过夏天。如果温度超过35度，那直接给它断水，就不要浇水了。这就是一个养多肉2大难题，就是冬天怕冷，夏天怕热。所以大家还是把它放在温度适宜的地方。当然了，它其实喜欢大温差，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它温度能在5到10度之间，白天中午的话，比如能在20到25度，这样的温差能10度以上，那它会上色，就是说它的叶片颜色会变得粉粉的，或者是红红的，非常漂亮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多肉其实非常喜欢光照的，只有光照好的地方呢，它才能呈现出那种漂亮的透明色、果冻色。但是呢，它也有一个问题，比如说我们室内养怎么办呢？室内养大家还是放在南阳台、南窗台这种地方，光照相对来说能有个4小时以上，那它才能相对来说不那么丑。如果是光照低于4小时的话，它可能就会长得非常高，而且叶片之间呢非常稀疏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徒长。徒长的话，多肉是不好看的。大家尽量还是室外养呢，接受最好的那种光照条件，比如说露台呀、院子呀这些地方，让它充分的晒太阳，那多肉就会越晒越漂亮，越晒越美丽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室外养的话，夏天尽量不要让它长时间淋雨，当然冬天也不要长时间淋雨，因为上面讲了它怕热，也不是很耐冻，所以在外晒太阳还是不要让它长时间淋雨。多肉呢，它其实本身就生活在沙漠地区，非常耐旱，所以我们浇水不需要太频繁。我们浇水之前把它掂起来看看，像这个其实已经长时间缺水了，它非常轻，是需要马上浇水的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多肉的底部叶片，捏起来非常软了，那就肯定是缺水了。那缺水之后呢，我们给它浇透水，注意要用慢点的水流慢慢浇，让它里边的土壤慢慢吸收水分。喝饱了之后，多肉就很快就会叶子鼓起来了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，你如果嫌慢慢浇水太麻烦，可以直接给它把这个底部的托盘倒很多的水，
然后呢，这种状态不用管它，让它自己从底部的吸水孔里往里吸。然后等到摸到这个盆面已经湿润了，就说明它已经吸够了水了，我们就把它端出来，把它放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其实多肉呢是非常耐贫瘠的植物，它平时不需要经常给它施肥，而且也不需要用那种农肥啊，或者是速效肥，我们常用的就是多肉的这种缓释肥颗粒就可以了。它有2种的用法，一种用法呢是直接把它撒在盆面，舀1勺啊，这种1小盆儿就撒半勺到1勺就可以了，把它撒到盆面。这种缓释肥颗粒是它的肥效是非常缓和，然后浇水的时候呢，这些颗粒会缓慢的融化，渗透到土壤里，然后让多肉吸收。还有一种方法是，在种多肉的时候，把这种缓释肥颗粒直接和土掺在一块儿。比如说，我种这一盆的时候，我把这1勺的缓释肥颗粒拌进土里，然后种上多肉就可以了。这种方法都非常好用，然后多肉会长得非常健壮。建议大家不要给多肉施那种什么淘米水啊，尤其是那种没有腐熟过的，更不要用，因为多肉它非常耐贫瘠，所以基本就用这1瓶就可以用很久了。缓释肥颗粒它不会伤根。我们以这株白牡丹为例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去叶片扦插。首先呢，我们选一下这个白牡丹的叶片，选择它那种比较健壮的肥厚的叶片。掰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左一下右一下，轻轻的掰，不要伤到它的小芽点，轻轻的这样掰下来。掰下来之后，绝对不能马上扦插，它必须要晾，可以晾个1、2天，也可以晾个3、5天，也可以晾个1个月，反正它长时间晾着就没有问题。等到晾到什么程度呢？晾到它的这个叶片的这个伤口皱缩了。我之前已经弄过一些叶片，这些叶片愈合的还可以。这些叶片暂时可以不用浇水，然后直接平的放在这个土面。比如说你想养群生，或者是养爆盆儿，就可以像这样。注意啊，这已经是我提前晾好的叶片。刚摘下来叶片是不能把它放在土上的啊，把它放在没有土的地方，这么晾着就行。晾好的叶片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土面。这样绕圈的摆到这个土面，等着它生根就可以了。其实也没有必要去给它浇水什么的。像这个就是我之前弄下来，它自己生根发芽了，但是已经长出芽、长出根儿的，我们需要把它的根儿给埋进去，埋进土里，然后把小芽给露出来。这种长根之后的这个多肉，可以给它稍微来点水。那周围还没有长根的呢，还没有长根长芽的，可以不用给它浇水。等它长出来之后，然后再给它埋进土里，稍微浇一点点水。像中间的这棵一样，它已经有根了，所以种下去之后给它稍微浇点水，让它的根系和土融合起来，这样它才能成长。像这棵也是。已经生根了，这棵是一个桃蛋。这棵桃蛋呢，其实已经生根，也已经长芽了，也需要把它埋进土里。好了，我刚刚说过了，边上的没有生根、没有长芽的可以不用浇水，然后中间的可以给它稍微来点儿。其实这种就放光照好点的地方都可以养，然后那种没有长芽长根的，其实可以放半阴的地方。像这一盆是我之前已经叶片扦插长满了，它已经长满了。你看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原始的这个叶片，
它一颗叶片可以长出很多小头，非常划算，非常容易爆盆。其实我老实说，大家来看这一盆，这盆也是从一片一片的小叶子长起来的，大概只用了1到2年的时间，也是几片叶子放在里面，随手的扔在里面，它就自己扎根，自己长成这样了。那多肉它在长了成这种状态，就比较丑，而且一直是一根独杆的时候，我想让它爆出更多的侧芽，你形成那种小花伞一样的状态，那就需要给它砍头。砍头的这个高度呢，是自己想要什么高度就什么高度啊。比如说我这个，我就想从这边砍的时候呢，首先要准备一把锋利的小刀子，然后呢，找到合适的位置，把它多肉的从这上面开始砍，割的时候要用锋利的刀子。刚割下来啊，我们就要把剩下的这一块放在光照好、通风的地方，让它的伤口尽快愈合。那愈合之后呢，它就从下面这些地方爆出很多小芽，然后慢慢长大，成为一个多头的发饰。那剩下的这一块呢，大家看也不能，现在是伤口还没有愈合，也不能马上扦插的。其实砍头下来这部分其实相当于它的枝条，我们如果扦插的话，就属于枝条扦插。这种没有愈合的伤口是绝对不能进行扦插的。所以呢，我提前准备了一个，这是我前2天砍头的一个枝条。这个枝条大家看，它的周围的一个伤口已经呈现皱丝的状态了，说明它的这个伤口已经愈合了。这个时候的伤口是可以拿来扦插的。我们把它这个叶片给它摘掉一些。看，如果你放的时间够久的话，其实它也不会蔫而且呢，它会从这里自己长出很多根系，然后种下就可以了。当然现在伤口已经好了，我们现在也可以种。那准备土壤呢，就是这种普通的多肉的土壤就可以了，要干净一些，疏通透气一些。然后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制成潮土，就这种多肉的土呢，提前给它把它喷湿。就那种微微潮湿的状态，抓一把捏一下，然后慢慢的散开那种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制成这种状态。接下来我们再找到这个砍下来的头，然后把它插进这种潮土里就可以了。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，就种下之后2个周内不需要浇水，因为多肉非常不耐涝，如果给它浇了太多水啊，它就枝条很容易腐烂啊。如果是2个周不用给它浇水，它自己就很快生根了。如果你想检查它是否生根，可以稍微给它晃一晃，但是不要把它完全拔出来。如果感觉它已经抓土了，那就生根了，可以给它浇点水了。如果没有抓土，那就是还需要继续生根。多肉它本身是非常非常耐旱，它在潮土的状态下种下去，它的根系会非常非常用力的往周围去找水，所以说微干的一个状态更容易它生根儿。好了，今天的多肉枝条的砍头还有枝条的扦插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